我个人呢，在看待了这一个宫位和它关联的一些宫位的表现以后呢，我个人认为呢，接下来的美国的这一个股票呢，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期。OK 会有一个轻微的短暂的回收期。这个回升期呢，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它的政策上休门表政策上呢有了一些明确的发力，而这一个明确的发力呢，让它得到了一些国家层面的实际的益处，而进而有益于它的股票的发展。大家好，我是吴昌业老师。每周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用老祖宗的智慧密码奇门遁甲来观察全球金融市场的气流变化，就像看天气预报一样，提前感知哪片云会下雨，哪阵风会放晴。接下来这一周的关键转折点，我已经帮大家标注好了。首先呢，我们这一个盘呢是3月13日的中午1点钟起的盘，然后呢，在预测的呢是3月13日到3月20日的黄金价格。我们来看到这个盘面，我给大家说一个总体的结论。过去这段时间呢，黄金明显受各路信息的影响，它明显是在上扬的一个态势的。因为根加薪天冲生门，这都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上扬态势。但是呢，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我对黄金的判断是还会在轻微上扬以后呢，进行一个盘整的情况。换句话说呢，接下来一周呢，我并没有看好太多的大行情。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里呢，我们的壬水做到了中宫，它记在了我们的怼宫。怼宫呢，表达的是一种桃花的意味，而它刚好呢，又有我们的景门和太阴。好，然后呢，在这一个宫位里面呢，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个宫位表达的是一种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呢，黄金会明显的受到各路消息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千万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消息不见得是靠谱的。为什么呢？因为丁家癸这个叫做朱雀投江，主阴性全无。所以换句话说，如果黄金有谁告诉你在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范围内，它如果要上涨的话，很有可能这是一个假消息。所以说接下来呢，大家要注意到黄金的这一个盘面里面呢，要轻微的去注意到它的消息层面的事情，很有可能是假的而且呢，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景门它也代表了整个市场的情绪。整个市场的情绪呢，放在黄金当中呢，既有太阴，又有景门，还有己加土这一个宫位在里面。换句话说呢，大家目前市场上对它的情绪是属于觉得它是一个暂时避险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哪怕它作为盘整，我也认为它整个盘整的趋势呢，也将会是轻微上扬的一个态势。好，这就是我这一周给大家带来的黄金价格的奇门遁甲的一个提示。注意投资需谨慎。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个议题。美国接下来在这一周内，它的美股的表现如何？好，然后呢，我说的这个时间呢是3月13号到3月20号之间的一个趋势，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还是依旧依这一个盘，但是呢，在这一个盘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聚焦会在这一个正宫。这个正宫为什么我们要聚焦在它呢？因为丙火其实是美国成立的一个年因为它是1776年的，那一年呢刚好是一个丙年，所以说我们首先以丙火来看，而它下临的一个宫位刚好呢是一个庚金，是丙火的偏财。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偏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它的股票，而我们今天的核心命题呢，就刚好就要说它的股票。我们来看这一个宫位里面，上临九地，下临天任和休门。这一个宫位里面就会看起来呢，庚金在正宫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软弱无力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待的是它的这一个根茎的软弱无力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的美国一段时间的股票表现也是非常的不理想的，它是软弱无力的。而在这一个里面呢，丙火上临九地，下临天刃，然后呢有休门作为一个它的门啊，来进行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关注对象啊。但是在这一个宫位当中呢，九地这一个所在的这一个宫位呢，它临了重煞，重煞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格局。好，所以说呢，我个人呢在看待了这一个宫位和它关联的一些宫位的表现以后呢，我个人认为呢，接下来的美国的这一个股票呢，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期。OK 啊，会有一个轻微的短暂的回收期。这个回升期呢，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它的政策上休门表政策上呢有了一些明确的发力，而这一个明确的发力呢，让它得到了一些国家层面的实际的益处，而进而有益于它的股票的发展。好，所以说呢，它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美股呢是能够明显的能够有一个短暂回升的，但是这个短暂回升的高度，个人并不看好，因为呢，首先在这一个盘当中呢，根茎所临的位置和大趋势上呢，都是比较衰弱的。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一个提振的消息呢，仅仅是来自于它的这一个政策层面上的这一个反复性。好，所以说呢，我个人在这一个里面的看法呢，就是有回升，但是回升的非常的有限，大家不要做过多的期待。好，这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美股的分析。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第3个议题，就是来看一下比特币啊 BTC 3月13日到3月20日之间它的表现情况如何。然后呢，我们依然还是用这个盘来解。从这一个盘当中呢，我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做到奇门遁甲的一盘多解，其实是要基于不同的思路。我在这个里面呢，我发现了这一个盘里面很神奇的一个点，也就是说什么呢？它所有相邻的2个盘，恰恰是天地盘互换的2个盘。什么意思呢？你看它的这一个太阴，这个在天盘杆上，然后紧接着呢，这一个太阴呢就在隔壁盘的地盘杆上，然后呢，这个天盘杆上是腾蛇，它在隔壁盘呢就是地盘的腾蛇。换句话说呢，整个盘是一个回环的关联。那么呢，作为一个回环的关联，我们就不得不整体的来看这个盘，以此来测算 BTC 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点。而在这个价格的一个点里面呢，我们最应该关注到的是，首先它作为 BTC 的这么一个点的时候呢，壬水它作为流通性的这一个干，它记到了我们的这一个怼宫当中去。换句话说呢，壬水记在怼宫，怼宫本来有桃花的意味，而桃花的意味呢，它也代表的是看不清楚。那么呢，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就是它接下来全球的一个金融的情况呢，都是有点看不清的。但是呢，在看不清的当中呢，它临的是一个六合。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呢，会有一些有心人专门利用媒体，我这里呢倾向于六合是媒体，媒体呢释放出一些假消息。为什么它是假消息呢？因为丁家癸它是朱雀头将，这是假消息。所以说呢，天柱又是代表的对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搅动。但是呢，它搅得动吗？它搅不动，因为下临的是一个死门，死门呢代表的是被动的，代表的是死气沉沉的，代表的是搅不动的。所以说呢，接下来呢会有很多的烟雾弹放出来，但是这个烟雾弹放出来了过后呢，并没有太多的效果啊。所以说我或者是有政策，但是政策执行上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到位。那么呢，我对接下来的这个 BTC 的一个看法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它最近这段时间呢是一直在下跌的，而刚好呢这2天呢会有一个轻微的上扬。
我个人认为呢，它也只是会轻微的上扬以后迅速下跌，或者是迅速的回落啊。再换句话说呢，接下来的这一个比特币的情况呢，跟其他的美股的表现和黄金的表现呢都不太一样啊。也就是说，它的流动性受到了影响，它没有更好的消息去刺激它。那么呢，接下来呢，比特币的一个情况就是迅速上扬，然后呢再往下跌。所以，如果您的股票里面有在比特币里面即将解套的，可以不妨呢先卖出来啊，在解套以后呢卖出来，等到合适的时机呢，我们再行买入。请多关注吴昌业，吴昌业将会每一周时间给您带来一个金融的全球解读。